假冒国公之女的薛离第一次回江家，孙妈妈就不认识她。孙妈妈，孙妈妈万万没想到，当年的小女孩现在长得美丽动人，殊不知此时的江离竟是假冒的，而真正的江离早已被真女堂堂主打死。薛离冒充国公千金，就是为江离报复他的继母。继母为了不让他取得祖母的好感，特意准备了上好的衣物。虽然他是收了，但他不会穿继母准备好的衣裳，因为继母肯定知道祖母可是江离唯一的靠山。但在童儿口中得知，祖母最不喜欢花衣美服。当江国公大张旗鼓接江离回去时，只有萧恒怀疑她并不是国公之女，而国公兴奋地想送皇帝赏赐的玉，可继母表示江离还是个孩子。于是国公想送名家笔墨，但继母表示江离从小在真女堂，从小没上过几天学，肚子里没墨水，国公只好放弃了。但继母表示他送去了好看的衣裳，这可让国公很是欣慰。当薛离下马车后，这可把国公眼睛看呆了，看着10年没见的女儿，这让国公想起当初他与丫鬟走的场景。如今女儿终于回来了，可父亲询问女儿怎么会穿着真女的衣服，因为继母说过她给女儿送去了好看的衣裳。但孙妈妈表示，或许江离不喜欢继母准备好的衣服，她为了博得国公的好感，便表示继母送的衣服不合尺寸。怎么办的事？夫君别生气了，或许是我太开心了，忘记盯着下人操办。主君，都是老奴的错。这其实夫人早就吩咐过我，让我去打听一下二娘子的身量尺寸的，是老奴未把差事办好，请主君责罚。继母为了彰显自己大度，她赶紧拉着江离的手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国公府。可第一个难题就是认江家的叔叔，为了不暴露自己，他竟认出了国公的弟弟。原来童儿说过，二叔个子高高，看上去和和气气，三叔眼睛大大的，但是妾室所生，所以认人这一关，薛离顺利地通过了。二叔提议今晚吃个团圆饭，可被继母找理由拒绝了，因为薛离穿着素衣，定能取得祖母的好感。吃个团圆饭，你看我多辛苦。可薛离不会让继母得逞，当他走到院子里，便故意勾起父亲和江离的回忆。我记得我曾经在那个假山上害怕的大哭。然后故意向祖母身上引，他便询问父亲，祖母最近身体可好？老夫人心善，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想去拜见，直说便是了。随后他带着江离过来见奶奶。童儿曾经和他说过，奶奶最疼爱江离，而江离从小体寒，所以每次见到奶奶都会亲自给江离熬一汤。如今薛离冒充江离回归，这让奶奶高兴不已，便送了一颗珍贵的扳指。不料继母的儿子跑了过来，你就是当年想害死母亲和哥哥的坏人，我打你，我打你！而这一切都是继母教授的，因为童言无忌。可弟弟看到姐姐绝世容颜，他却夸赞姐姐，继母瞬间不高兴，他便提醒了一下儿子。娘，谁是你弟弟？杀人凶手，害死哥哥！弟弟，胡说！父亲很是无奈，他只好抱起儿子。只有奶奶知道这么小的孩子，如果大人不交定，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父亲站出来表示日后多多教养。随后孙妈妈把江离带到住的地方，可这里长满野草，无人打扫。薛离为了不落人口舌，便表示收拾一下就行。童儿很是不解，那就坐实了我们一回来就挑三拣四的罪名。原来如此，薛离知道这个院子只是继母的一个下马威，但为了给江离复仇，薛离承诺他会拿回江离的一切。当继母得知江离没有发脾气，看来江离韬光养晦，学得很好。继母为了监视江离，便派来了2个侍女。而让童儿想不到的是，这2个侍女就像大爷一样，但薛离有妙招，他当即要送出名贵的首饰。随后在侍女口中得知，原来过几日是三娘子的成礼，于是他让侍卫帮忙找些菊花盆栽。当侍女下去后，他知道继母是不想让自己知道成礼的事。继母一手打低好算盘，既不想自己和江家人接近，又不想自己在外人面前露面，所以这机礼我必须去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江离才是这江家的嫡长女。于是他叫童儿准备好菊花，把相国公引来，让他勾起对江离母亲的思念，然后在父亲面前故意装作自己在真女堂受惊的样子，这让国公很是疼心。为了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歉意，他对继母下了死命令，侄女成礼上必须让江离出现，可继母不会让江离的计谋得逞。于是当天晚上，他让侍女端来美颜汤，殊不知早已被江离看穿，因为他知道汤里有毒，便叫侍女先出去，然后叫来了童儿，发现汤里面果然有毒。为了让侍女误以为自己喝了美颜汤，他故意放侍女进来。娘子，你都喝了呀？这猪颜汤真的好好喝哦！娘子，你这一下子就变美了呢。而让江离想不到的是，孙妈妈看到了他倒汤，可继母早就有第2手准备。
当天晚上睡觉之后，侍女就在窗户旁点燃了迷香。等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国公看到女儿还没起床，他便吩咐继母：“你跟他说，让他赶快梳洗打扮吧，赶得上就赶，赶不上就不要出来了。”等到江离起来后，才知自己被继母算计了，于是他赶紧叫醒童儿，快速的梳洗打扮。可打开门却发现有2个瘟神在门口，他想出去，却被瘟神拦住。看来这条路是行不通了。此时萧恒也来到国公府，因为他想看看江离唱大戏。这江二娘子在何处？苏国公，爷儿今日身体不适，在房里歇着呢。看来这里面有猫腻，他叫侍卫赶紧查查。当三娘子的父亲在台上表演时，侍卫却告诉萧恒，江离的房间被2位瘟神围住，可他不会去帮江离，因为他相信凭借江离的智谋定能脱困。当三娘子站在台上，台上的吃瓜群众都在祝贺三娘子和周公子郎才女貌。当三娘子举行完18次成礼后，本以为今天的风头是她的，可就在放烟花时，众人发现空中只有白云，原来烟花都哑了。突然树上的百合花被妖风吹动，看着空中的百合花，继母的儿子觉得好漂亮。就在这时，江离出现在了现场，继母一脸懵，丈夫看呆了，神母惊呆了，看着江离的容貌，丈夫不自觉地站了起来，神母还以为是薛离的鬼魂，当场吓得想找个缝钻进去。在国公的介绍下，江离是他刚回来的二女儿。柳夫人为了帮助江离，她走上了台，故意提起她的成礼。青城山上诸事潦草，李儿未曾有过机礼。哎呀，原来这离儿及笄之时，江夫人都没有去看过她呀。众人都在议论继母近10年没有去真女堂看过女儿，堂堂国公之女竟连个成礼都没有。而继母在柳夫人的怂恿下，顺便帮江离过了成礼，因为江离临死前说过，他痛恨江家的每一个人，就算在地底下，也要诅咒他们每一个人不得善终。如今薛离帮他夺回了一切，就在江离给台下行礼时，薛相国，你太有福气了，嫡长之女果然气度不凡。江相国，你的这位女儿真是见之忘俗啊！后面的三娘子气不过他，当场气得晕倒在地。随着百合花飘扬，导演给台上的江离送来了久违重逢的烟花。就在丈夫准备出国公府时，他警告自己的母亲，今日国公已经在众人面前认下了这个女儿，所以今后不能提起此事。当他们擦肩而过时，江离故作镇定。沈老夫人。等到他们走后，江离吓得脚不受控制。江二娘子，瞧什么呢？